比特币准备要行动了。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周线里面波浪的形态，目前是不是1、2、3、4、5的 ABC 调整浪？参考历史上几个底部起来的黄金比例，再来跟朋友们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下一步的买点？这一周现在是跌了5%，等下利用这一张图片来跟家人们讨论一下，因为现在快速的 MACD 指标现在是在时差。时差往往都是很重要的买点，等下利用历史上几个买点的位置里面的 MACD 指标有哪一些支持点，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再下去应该要行动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把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周线的 MACD 指标。就前一段时间也是有跟家人们判断过，价格一直在过高。这个 MACD 的柱状，特别是我个人自定义的这个快速的 MACD， 它这个柱状是放不出来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柱状是一直在背离，所以现在是已经开始时差了。那时差，我的观点是我们去观察一下买点的位置，重要的买点位置一般都是在周线里面大跌的位置，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真的会去测的情况下，现在是跌了5%。去计算一下，如果从27000再跌个10%，所以这一周有没有可能跌一个10%？因为历史上在时差的位置，如果单根 K 线跌个10%，都是很重要的买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位置，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19年的这一根 K 线啊，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这一根单根下跌的 K 线是达到一个18%，超过18%，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柱状放的相对比较深的一个位置，第二根开始柱状开始收缩，这两个位置参考点跟现在比特币牛市的一个参考点，我感觉是还是有一点出入啊。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5年跟16年底部起来以后。16年的几个买点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底部起来之后突破完，它这边不是开始箱体震荡，有可能这边就是第一浪，然后这边有可能就是第二浪的一个调整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 MACD 真正时差的一根 MACD 是在这一根 K 线啊，就是这一根单根下跌的 K 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一根开始放红柱，而且这一根下跌是达到14%，那后面它还有低点吗？没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虽然柱状是在放大，甚至真正开始缩住的一根 K 线，就是柱状开始收缩的一根 K 线，是在这一根啊，这个位置柱状开始收缩。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我们要留意有2点，就是目前的 K 线。这一周有没有可能收个10%的一个下跌？真的要去25K 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位置。如果来到那个位置，后面我们观察一下，像这种低点的位置撑住，只要它不破，下一步去观察有没有可能要开始柱状收缩，有没有一根上涨的 K 线，然后后面整理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延长到10到12根的这种 MACD 的红柱状。因为它10到12根不是说这个位置跌破完以后10到12根就一直往下破，有可能它在这边横盘震荡也会把这一个红柱放长到10到12根。那么再观察一下，比如说16年的这个买点的位置，就是这一根啊，这一根大跌的 K 线，它是不是也是在 MACD 快速指标？是在第二根啊，所以一般。时差开始，如果是放第一根，要开始留意有没有大跌的 K 线。像这一根 K 线，当时是实体跌了4.8%，我相信如果加上下方的话，应该有可能也有-15%的一个下跌。所以有大跌的周线一定要去留意，特别是它压回来的点位也是在撑这种上升三角的高点形态的一个支撑区。然后我们后面观察一下，它这个低点有在破吗？没有啊。特别是在这一根 K 线柱状开始收缩的时候，有可能到时候要去留意，有可能可以把这个支撑位提高到这个支撑位。所以目前的位置是这样子哦，现在是周线里面跌了接近6%，到下周一早上8点的时候，它真的有这种大幅下跌的一个 K 线收盘，
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应该要开始行动。然后后面我们观察一下时间，就是低点的位置买完以后，它不一定会马上给我们大涨，有没有可能时间会整理到柱状收缩？有没有可能开始1、2、3、4、5、6、7、8、9、10根左右？时间会不会到今年的？记住这个时间，前几天有聊到的7月份或者是8月份，短线会不会有一个往上突破？如果不突破，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 MACD 柱状会不会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0月份？所以要留意每一次崩盘的点位。那么观察一下，前面是有跟家人们数过，我个人是在判断，就是从15K 底部起来，它这边是1、2、3浪是到这个位置哦，然后4浪一个回撤5浪，现在有可能是在走 ABC。如果是有看到这种，这边是不是也是一个 ABC？ 因为这一根上涨有可能也是 A 浪里面的一个 ABC 调整浪，然后来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在走 ABC， 还是说它这个位置真的就 ABC 结束直接就上去，判断有可能时间不会这么快，所以有可能判断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 ABC， 它会不会有一个 B 点的一个反弹，但是 A 点我不确定真的是在这个 27K 还是说真的要去 25K。 反正最近我感觉下去应该要准备行动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历史上它第一波上涨是低点在抬高，低点在抬高，那这一次的低点有可能会不会是在 25K？ 我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因为很多人还是在看空，有些朋友是讲有可能还会有一个无浪的一个下跌，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他把这个 N 型的高位，这几个 N 型的高位都给过了，还要指望它往下破，我个人的观点是概率应该是非常的小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它几个第一波出牛行情的话，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点位，它是直接把整个17年到19年的底部的一个空间下跌的一个 0.38 上涨的时候都给穿过去了，所以这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可能不像这个位置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更早的，比如说15年的这个底部，它第一波初步牛市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并没有把 0.382 的这个区间给它过，后面是在这一个整理了接近多少天，可能有200天嘛，如果从这一根 K 线开始算的话，有接近200天，后面是整理到位才把这个 N 型的高位接近 0.38 上方的这个 N 型高位，就是这整个大月线里面这边是一个 N 型的高位，或者是 B 浪的一个高点，在这个位置给它突破完以后再下去回撤这一个支撑位，并且继续整理，后面才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所以目前的位置也是不排除很像2015年或者是2012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11年的顶部到整个2012年的底部，它第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也是并没有穿过这个 0.38， 后面是压回来重新在这个位置积累，因为下方积累跟这一个位置重新积累有可能会更健康的为了下一步未来的大牛市。所以目前的整个行情我个人判断还是一样，就是整个波浪目前的话有可能是在走 ABC 调整浪。至于 ABC 的时间刚刚已经讲到了，如果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在8月份，如果8月份没有一波上涨的话，会不会时间拖长到10月份？小波的浪形我是没有去数，但是整个周线里面的浪形有时候数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准。那至于日线的操作，也是有一些朋友在问短线最近要怎么操作，你尽量以这个箱体来对待，就是目前整个形态全部都是在看大箱体，有可能上去是陷阱，上去是陷阱，下来目前还没有挖陷阱啊。日线的布林线现在是这样子，箱体的话你就看它下轨啊，下轨是会有一些买点的支撑位，如果期货要做的朋友尽量也可以速度短一点。另外我们来看一下4个小时，其实日线它布林线的是横向的一个结构，那你就尽量找4个小时有破下轨的位置买的话，你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高抛低吸，中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然后还有一些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次下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指标，特别是这一个 KD 指标是有背离，而且4个小时里面价格也是不断的在破底，
但是 KD 指标也是有一点背离的结构，所以我个人观点是压回来尽量还是应该要先分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图。